许多人一听到这个题目，可能都会疑惑不解，手淫？年轻时大人不是常说不能干那种坏事吗？怎么到了60岁反而成了保护健康的好习惯？别急着惊讶或害羞，这可不是耸人听闻的标题党，而是科学研究逐渐揭示的有趣真相。那么，这个简单习惯究竟如何成为60岁后守护健康的秘密武器呢？今天我们就从男性和女性两个角度出发，用轻松幽默、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聊聊手淫与衰老，看一看这种羞于启齿的小爱好如何在不经意间给中老年朋友们带来身心益处，以及其中有哪些常见误区需要注意。首先，我们从生理反应开始说起。当一个人进行自我刺激，也就是手淫时，身体会出现一系列迎接高潮的变化，比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血液直冲性器官，肌肉也渐渐绷紧。随着兴奋感累积到顶点，身体会迎来性高潮，那是一种短暂却强烈的极致快感体验。这一刻，大脑仿佛在开派对，释放出大量令人愉悦放松的化学物质。这其中，多巴胺让我们感到开心满足，催产素带来温馨亲切的安全感，而内啡肽类似天然的止痛药和镇静剂，让全身都沉浸在舒爽和平静中。更妙的是，这些快乐因子还能够对抗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赶走紧张焦虑。所以，高潮过后我们常常觉得身心放松，压力仿佛被一扫而光。难怪很多人把手淫视作有效的减压方式。有趣的是，男女在手淫达到高潮时的生理体验也略有不同。男性高潮通常伴随着射精，体内积蓄的精液会倾泻而出，随之而来往往是一阵疲惫和困意，这是正常现象。因为高潮过后身体进入恢复调整模式，像催乳素等荷尔蒙水平上升，会让人昏睡。难怪有些男士在独自得到满足后会立刻困倦地进入梦乡。女性则没有射精这个过程，但全身的战力与极度愉悦一个不少，而且女性的恢复速度通常比男性快。只要兴致和体力还在，有些人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连续达到好几次高潮。这一点可是让许多男同胞既羡慕又佩服。从心理上看，适度的手淫不仅能满足性需求，还会带来一种掌控自己身体和快乐的积极感受。这样的自我探索能让人更了解自身的喜好，进而在伴侣关系中更自信地表达需要。同时，手淫过程中的愉悦和放松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把烦恼暂时抛到脑后。不少人还发现，高潮过后的那阵困倦感可以帮助自己更快入睡。这对于经常失眠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一种天然的助眠方式，而且不需要任何药物。难怪有人打趣称，手淫是世界上最便宜有效的安眠药。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社会文化对手淫的诸多禁忌，不少人提起这个话题仍难免感到羞愧。不少朋友年轻时或许都有过类似的心路历程，一边偷偷地享受快感，一边又暗暗担心这样做是否伤身，或害怕被人发现。其实，这种复杂的羞耻感更多源自观念束缚，而非手淫行为本身。科学研究早已表明，在正常频率和适度范围内的手淫不会对身心造成害。换句话说，儿时那些关于手淫会导致可怕后果的吓人传言，并没有可靠的科学依据。例如，脱发主要由遗传和雄激素水平决定，和年轻时是否手淫没有直接关系。视力下降更是跟年龄和用眼习惯有关。戴眼镜的人可不能把责任推给年轻时的荒唐行为。至于腰酸腿软、精神不济，这些多半是上了年纪身体机能自然下滑或生活作息不佳所致，实在不该简单归咎于年轻时的几次手淫。相反，手淫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之一。有统计显示，绝大多数男性和超过一半的女性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曾经体验过手淫。事实上，不光人类如此，科学家观察到黑猩猩、海豚等许多动物也会自娱自乐。可见追求性快感是大自然赋予的本能，我们大可不必为此羞愧。既然如此正常普遍，我们就更没有必要把它视为洪水猛兽了。那么，手淫和衰老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说它能保护60岁以后的健康？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一下这个简单习惯对中老年人的特殊意义。大家都知道，压力
是衰老的大敌。长期的心理压力会导致体内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居高不下，扰乱睡眠，升高血压，损害免疫功能，让人未老先衰。而规律的性高潮可以帮助我们释放压力，降低皮质醇水平。如果中老年人在生活中能通过手淫这样的方式定期放松身心，就相当于给自己多了一道减压阀门，从而减少压力对身体的伤害。人上了年纪，免疫系统难免逐渐变弱，稍不注意就容易感染生病。如果有一种既愉快又安全的方法能帮助提升免疫力，那一定值得一试吧。研究表明，性高潮能够使免疫系统在短时间内更加活跃。例如，有科学实验观察到，男性在手淫达到高潮后，血液中的白细胞数量出现了明显上升。虽然这种提升是暂时的，但如果保持适度而规律的此类活动，或许能让免疫系统时常得到锻炼，不至于过于偷懒。这么看来，手淫对中老年人的免疫健康还真有潜在益处。与此同时，性活动对心血管也有一定好处。高潮时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虽然持续时间很短，但相当于做了一组迷你有氧运动。这点额外的运动量对大多数健康的中老年人来说不仅无害，适当的性刺激反而有益于心肺功能。研究甚至发现，规律的性生活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当然，对于已经患有心脏疾病的人而言，重启房事需要遵医嘱。不过一般来说，手淫作为一种相对温和的活动也是安全的。常有人问，心脏不好还能不能过性生活？医生通常会打个比方，如果你能轻松爬上2层楼梯不觉得难受，那就说明你可以安心的过性生活或手淫。那么手淫对荷尔蒙有什么影响呢？男性朋友有时担心频繁射精会不会降低睾酮水平，使人变得没精神，阳刚之气不足。实际上，研究发现，射精后的睾酮水平虽然会短暂下降一点点，但很快就回弹至正常，并不会造成长远的睾酮不足。因此，适度的手淫并不会让男性变得萎靡。对于女性来说，手淫对雌激素等性激素的直接影响很小。相反，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高潮时释放的多巴胺、催产素等激素带来的积极作用。它们减轻压力，改善情绪，这些对健康老去都是有利的。除了荷尔蒙，男性的前列腺健康和手淫也有微妙的关系。前列腺是男性很容易出问题的一个部位，上了年纪容易良性增生、肥大，甚至有癌变风险。而适度的射精，无论通过性生活还是手淫，有助于排空前列腺液。有人形象的比喻，这就像定期更换蓄水池里的水，可以防止有害沉积物长期滞留。确实，有大型研究发现，中年男性如果平均每月至少射精20次以上，日后罹患前列腺癌的概率要比每月射精不足7次的人低很多。规律地清仓前列腺可能对预防前列腺疾病有益。对于60岁以上的男性来说，如果夫妻生活不那么频繁了，通过手淫来保持一定的射精频率，不失为保护前列腺的明智之举。另外，定期的性刺激还能保持阴茎海绵体的血管弹性，降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的风险。毕竟，人体器官跟机器一样用进废退，长时间不用就容易出问题。偶尔给它来点运动，对于男性性功能的维护大有裨益。另一方面，长时间不排精可能导致前列腺充血、遗精等不适，身体终究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提醒你该释放一下了。与其憋到难受，不如通过手淫适度释放，还能避免这些烦恼，何乐而不为呢？再来看女性，随着年龄增长和绝经，雌激素水平下降，会导致阴道黏膜变薄、润滑减少，出现阴道干涩和弹性下降，甚至可能导致性交疼痛。不过，通过手淫或其他形式的性刺激，可以增加盆腔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阴道润滑。有规律的性兴奋和高潮能够帮助维护阴道组织的健康，仿佛在告诉他不要过早退休，还能继续发挥作用。一些妇科医生甚至会建议绝经后的女性保持一定频率的自我刺激或夫妻生活，以防止阴道逐渐萎缩变窄。在这一点上，手淫起到了类似康复锻炼的作用，帮助女性朋友的私密处维持机能，减轻干涩和疼痛。对60岁以上的女性而言，
如果伴侣不在身边或者性需求不同步，通过手淫来照顾自己的身体，确实是维护性健康的有效途径。保持一定的性生活，包括自我满足，还能对大脑和心理产生积极影响。有研究发现，依然过着积极性生活的老年人，在记忆力和认知测试上的表现往往更好。例如，英国考文垂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每周至少有一次性活动的老年人在认知测试中的得分显著高于几乎不过性生活的同龄人。这可能是因为性活动让大脑保持了活力，荷尔蒙变化也促进了神经活动。当然，这些关联仍在研究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享受性快乐的老年人往往也拥有更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他们对自身仍能感受到激情这件事而心怀欣慰，因此自我评价更积极，生活质量更高。相比之下，那些过早放弃或压抑性需求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抑郁、孤独等负面情绪。当然，手淫无法替代亲密伴侣关系所提供的情感交流，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舒缓孤独和焦虑的途径，让人重新找回生活中的乐趣与活力。对于独居或丧偶的老人来说，手淫带来的愉悦更像是一剂温暖的心理良药。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一些年长者而言，能够依然通过手淫获得高潮本身也是一种信心来源，证明了自己依然行。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对整体健康状态也很有帮助。既然手淫本身有这么多益处，那为何仍有不少中老年人对此心存顾虑，甚至谈虎色变呢？这就不得不提到社会文化对手淫的影响了。在许多传统文化中，性行为主要被认为是为了繁衍后代，而自我性行为则长期被视为禁忌。在我们中国的观念里，古人认为精液和精血是人体元气所在，随意泄精会损伤肾气，让人虚弱，以至于坊间流传着十炉九空、伤精伤身之类的说法，让许多男性，尤其上了年纪的男性，谈之色变，生怕自己的老本被掏空。女性的性欲更是常年被压抑隐匿，传统观念觉得正经女性不该有这档子自毒的念头。过去许多女性甚至不知道女性也可以通过自慰获得高潮，毕竟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这类知识几乎无人提及。即便在西方，历史上也充斥着对手淫的误解和污名。18、19世纪时，一些西方医生声称手淫会导致失明、癫狂，甚至罗列出几十种可怕病症，把手淫当作万恶之源。为此，当时的人们还发明过各种稀奇古怪的防手淫装置。例如，有人在青少年的内衣里撒上刺痛皮肤的粉末，有人在床上安装机关，防止睡梦中乱动。如今看来，简直荒唐又可笑。然而，这些旧观念留下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在不少中老年人心中依然根深蒂固。当然，传统观念中也有合理的一面，比如中医很早就强调房事要有节制，这一点和现代医学提倡的适度原则不谋而合。但过去的人因为缺乏科学依据，对于手淫的恐惧被过度夸张了。如今时代在进步，性科学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中老年阶段的性需求。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公开讨论让大家明白，性并非年轻人的专利，60、70岁的老人照样可以享受性快乐和亲密。自我自慰作为一种私密安全的方式，也逐渐被赋予了正面意义。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出现了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性教育课程，教授银发族如何安全地继续享受性爱和手淫的乐趣。市场上也提供了针对老年人的情趣用品。我们的社会观念也在慢慢转变，开始以更加开放、理解的态度看待老年人的幸福。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女性直到中年甚至老年才真正开始尝试手淫，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全新的自我发现体验。有些阿姨辈的人年轻时观念保守，从未越雷池半步，但更年期以后反而因为身体变化和好奇心，迈出了探索自我的第一步，从而提升了生活情趣和自我认知。这种在暮年依然勇于尝试新事物的态度，本身也有助于保持年轻的心态。张阿姨今年62岁就是个例子。年轻时的她非常传统，打心底觉得那种事跟自己无关。然而在55岁丧偶后，孤独寂寞之余，
他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需求。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一场中老年健康讲座，听医生说起手淫在老年阶段的益处。张阿姨半信半疑地鼓起勇气尝试了几次，没想到不仅改善了困扰她多年的失眠，连心情也开朗了许多。她甚至打趣道，早知道有这一招，自己就不用熬那么多失眠的长夜了。经过这番亲身体验，张阿姨深刻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并不是什么不正常的女人，而是一名有正常欲望也有权利享受快乐的健康女性。事实上，有调查显示，那些认为性爱有益健康的老年人，更有可能持续进行手淫或性生活，而持非常保守态度的人，则往往过早放弃了这方面的体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正视自己的性需求，不被陈旧观念束缚，才能更好享受手淫可能带来的健康益处。前面我们提到了长寿的话题，这里不得不再讲一讲科学研究对手淫与健康长寿的观察。英国有一项著名的长期研究发现，性高潮频率较高的男性，其死亡率明显低于高潮频率很低的男性。换句话说，那些仍然定期泄欲，无论通过伴侣还是自慰的男士，寿命比几乎不过性生活的同龄人更长。研究者推测，规律的性活动可能通过减压、改善心血管功能等途径降低疾病风险。媒体甚至用高潮可以延寿来形容这个发现。当然，这主要是一种相关性统计结果，并不能下结论说全靠手淫延长了寿命，但至少告诉我们，积极的性生活，包括自慰，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洪水猛兽。至于女性，类似的大型研究数据相对缺乏，但相信道理是相通的。保持一定的性活跃度，有助于女性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既然科学证明适度的手淫无害还有益，我们也聊了那么多好处，那么是否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毫无节制地沉溺其中呢？当然不是，任何事情都有个度。那么到底多频算过度呢？其实并没有统一标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只要不影响日常生活，不让身体过度疲惫，就属于正常范围。有的人一周几次，有的人1个月1次，只要自己感觉舒适，都无可厚非。如果频率高到让你感觉身体疲惫不堪，或者局部出现不适，那就需要稍微克制一下。男性如果手淫时过于用力，可能造成阴茎皮肤损伤；女性缺乏润滑时勉强刺激，可能引起阴道灼痛或感染。解决办法也不难，放慢节奏，必要时使用润滑剂，确保过程舒适愉悦。如果需要，适当借助一些小工具也是无妨的。女性使用润滑剂能够明显提升舒适度，一些震动按摩器也能提供额外的刺激。男性如果行动不便，考虑使用真空助勃器等器材。这些辅助工具的存在，正说明手淫在老年群体中的客观需求。它们就像老花镜、拐杖一样，只是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的小助手，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就有这么一件趣事，王大爷今年70岁，一直对年轻时养成的这个小习惯讳莫如深，就连老伴儿也不知道他偶尔还会偷偷自娱自乐。他总觉得这么大年纪了还干这事有些丢人，生怕被人笑话。直到有一次单位组织体检，医生问起他的性生活情况，王大爷忐忑之下支支吾吾地承认了自己偶尔会靠手淫解决需求。让他意外的是，医生不仅没有露出惊讶，反而笑着表示这样很好，很正常，只是提醒他注意频率，不要过于频繁。医生的态度让王大爷如释重负，他心想，既然连医生都说没问题，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从那以后，他对自己的小爱好释然了许多，再也不觉得见不得人。对于有伴侣的中老年人来说，手淫也并不意味着对伴侣的不忠。许多上了年纪的夫妻会面临性需求不同步的情况，一方兴致仍然比较高，但另一方也许因为健康原因或个人意愿不愿过性生活。这时，由性欲较高的一方通过手淫来自我满足，不失为一种折中之道。他既照顾了对方的感受，也维护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当然，最好彼此坦诚沟通，避免误解将这种行为视作疏远或背叛。只要将手淫视为夫妻生活的补充而非对立，双方都能在尊重彼此的前提下保持愉快的身心状态。有些夫妻甚至选择一起自慰或相互抚慰作为亲密方式，
如果双方都能坦然接受，这种你帮我，我帮你的亲热，同样可以增进感情，让彼此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获得满足。说了这么多，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手淫这个曾让人羞于启齿的小动作，其实蕴含着出乎意料的健康学问。对年过花甲的人来说，它不仅不会拖垮身体，适度进行反而可以成为守护健康的小帮手。通过手淫，你可以减轻压力，改善睡眠，让紧绷的神经和肌肉得到舒缓放松。男性可以降低前列腺问题风险，女性可以维持私处的良好状态。它还能带来愉悦的情绪，让生活多一些快乐的调剂。可以说，这个简单的习惯为许多银发族悄悄撑起了一把健康保护伞。当然，我们强调手淫的益处，并不是鼓励放纵无度，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它，既不要谈之色变，也不必讳莫如深。它和散步、瑜伽、听戏曲一样，只是一种个人选择的放松方式。如果你觉得它让你身心舒畅，那它就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对它不感兴趣，也完全不必勉强。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明和自信，了解自己的身体，尊重自己的感受。生命进入晚年，很多事情都在改变，但追求快乐与健康这件事永不过时。如果手淫能够为您的暮年生活增添一份身心愉悦，那就坦然接受这份小小的礼物吧。也许刚开始时，您还需要一点勇气，但当您真正放下包袱，会发现这不过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对自己的身体坦诚相待，就是对健康长寿最大的尊重。毕竟，追求幸福没有年龄限制，而健康的秘诀有时就藏在这些被人忽视的小细节里。或许，当您用科学开放的态度正视自己的欲望时，也就找到了延缓衰老、保持青春心态的秘方之一。